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蔬果。在当今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，手机的普及程度已经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，几乎人手一部，它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出门在外，无论是衣食住行，还是娱乐休闲，一部手机统统都能搞定。对于游戏爱好者来说，手机更是他们随时随地享受游戏乐趣的神器。平日里，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中，一旦发现手机电量不足，第一反应肯定是立刻给手机充电。然而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在手机充电时，如果我们急需使用手机，那等待的过程可真是煎熬，往往充电时间都是以1小时为起步。要是我们正好处于闲暇状态，这几个小时的等待或许还能忍受，但要是正赶着去上班、下班，或是有其他紧急的事情，那这1-2个小时的充电时间就会显得格外漫长，让人焦急难耐。那么，究竟怎样才能让手机快速充满电呢？大家都知道使用快充可以加快充电速度，其实除了这一点，我们只需开启手机的一个开关，就能让手机充电速度比平时快上1半左右，而且还无需关机哦。在手机充电时，由于手机处于开机状态，手机电池实际上是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。一般来说，手机的充电速度与手机的运行状态密切相关。比如说，手机是否正在正常使用，手机后台运行的应用软件数量多少，手机的网络、蓝牙、热点、定位等功能是否开启，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的拖慢手机充电的速度。所以，如果能让手机在充电的时候，尽可能少打开一些功能，或者少运行一些软件，充电速度将会大大提高。实际上，手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的开关，它可以让手机处于一种低功耗的状态，进而提升充电速度。当手机充电时，我们从手机桌面的顶部向下滑动，就会打开手机的快捷开关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快速控制网络、位置信息、屏幕亮度等功能，其中有一个飞行模式开关，点击之后手机就会开启飞行模式。而在很多手机中，飞行模式开启后，其实就相当于开启了超级省电模式。当我们的手机电量不足时，系统有时还会自动为手机开启超级省电模式。那么，手机的超级省电模式究竟有什么作用呢？当我们开启超级省电模式后，手机就会限制后台应用的运行，降低屏幕亮度和刷新频率，最大限度的减少电量消耗。所以，在给手机充电时，开启超级省电模式，它就能将输入的电能更高效的转化为电池储存的能量，使得充电速度大幅加快。具体的操作方法是这样的：首先，我们打开手机的设置，然后往上滑动页面，找到电池选项，接着点击进入，在电池管理设置中，就会看到一个超级省电按钮，我们点击后边灰色的按钮，然后点击开启，这样就成功开启了手机的超级省电模式。当手机充满电后，如果要退出该模式，点击右上方的箭头，然后点击退出，就可以正常使用手机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要告诉大家，手机里有个开关，打开之后，手机会学习我们的充电习惯，在充电时持续保护电池安全，并且延长充电时间，来缓解电池老化，延长电池使用寿命。但如果我们想要提升充电速度，就可以关闭这个开关，这样充电时间就会大大缩短。当然，除了关闭这个开关，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充电速度，缩短充电时长。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些实用的建议。1. 使用原装充电器和充电线。一般来说，使用原装充电器和充电线有助于手机电量快速充满，因为原装配件是根据手机的特性设计的，能更好的匹配手机的充电需求。2. 避免边充边玩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边充电边刷短视频、玩手游的经历，但这样做不仅会加快电池老化，缩短电池使用寿命，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，极有可能会发生烧毁现象。
原因很简单，充电时手机本身就会发热，再加上运行耗电高的游戏，手机温度会迅速飙升，就像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。所以，如果您还有这个习惯，一定要快点放下手机。3. 携带手机壳注意散热。现在很多人喜欢随身携带手机壳，既能保护手机，又能让手机看起来更漂亮。然而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如果手机外壳比较厚，很容易影响手机散热，所以在充电时，可以先将手机外壳卸下，保证手机处于低温低功耗的状态，这样手机充电会更快。4. 充电时关机。根据实践经验，关机充电比开机充电要快很多。比如，个人手机关机后40分钟左右就可以快速充满电，而开机时通常需要1个半小时。所以，不管是快充还是慢充，关机后充电都能事半功倍。大家不妨尝试一下。5. 清理运行软件。当手机充电时，运行过多的软件会产生更多的热量，从而影响充电速度。我们可以先关闭不用的软件，如果觉得手动关闭比较麻烦，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管家或者360安全卫士这类软件，它们可以自动清理手机内存中的垃圾，并停止运行各种不必要的程序。同时，在给手机充电时，应选用高质量的数据线，这样有利于快速充电。6. 不要用 USB 接口。像电脑和汽车上的 USB 接口，其电流输出通常很小，一般只有 0.5 安，而现在很多手机的标准充电电流是1安或者更高，而且这些 USB 接口的电流不稳定，所以充电速度要慢得多。当您赶时间的时候，就应该放弃使用这类 USB 接口。7. 选对充电器。对于支持快充的手机来说，选对充电器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只是用普通充电器，是不会有快充效果的，并且部分手机还需要搭配相应的数据线，才能实现快充功能。8. 给手机做好保暖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冬天手机充不进去电的频率一般远高于其他季节，这是因为天气太冷，会使电池性能降低。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把手机放口袋里捂一下，让手机回温，手机就能再充上电。带上手机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保暖方法。9. 贴膜防静电。冬天我们常常把手机揣在厚厚的衣服里面，这样很容易产生静电。当静电过大时，可能会击穿屏幕，产生坏点。因此，可以考虑给手机贴一个质量好点的手机膜，能有效防止静电对手机屏幕造成损害。今天分享的手机充电知识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以上能让手机充电速度提升1倍的操作方法，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您那里有更好的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点赞、转发，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些实用的小知识。我是小蔬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